乌俄战争将会走向怎样的结局？最近，俄罗斯官方冒出一种说法，说这场仗怎么打着打着，越看越像2·1战争，前线僵着不动，两边互相往对方城市扔导弹，最后弹药打光了，联合国出来调停，双方各回各家。那2·1模式能够套用在乌俄身上吗？乌俄这场仗到底会怎么收场？如果单看战线上的发展，乌俄战争的确与当年的2·1战争很像。1980年9月，伊拉克对伊朗发动全面入侵，结果打了1年多，伊拉克就被伊朗反推回本土。到了1984年，双方更是谁也吃不掉谁，前线彻底僵住。直到1984年3月，2·1战争进入新的阶段，伊拉克率先在波斯湾挑起西川站，出动战斗机，用飞鱼导弹猛轰进出伊朗的油轮。伊朗随即报复，开始攻击一切驶向伊拉克及其盟友的船只。从1984到1988年的4年之间，波斯湾共有451艘船只被击中。之后，两边又把导弹瞄准了对方的城市。在战争的尾声，1988年2月至4月，短短2个月之间，伊拉克发射了将近200枚弹道导弹，伊朗发射70多枚，伤亡数以万计。2022年开始的乌俄战争与其何其相似。2022年2月，俄军入侵乌克兰，后被乌军反攻，攻入库尔斯克，将战线拉到俄本土。在之后2025年很长一段时间，双方的战线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到了2026年，乌克兰从7月初开始就在亚速海发起海战，9天内袭击了116艘俄方船只，这个袭击密度可比当初的2·1猛多了。陆地上更狠，2026年初至今，俄罗斯炼油厂已经遭受了近200次袭击，同比增加了11倍。俄罗斯那边则疯狂向基辅等地射导弹，据 ISW 评估，7月的前19天里，俄罗斯就射了20枚锆石，用掉了锆石年产量的2/3。伊斯坎德尔等弹道导弹射了107枚，远超月产量，主打一个互不相让。要说2·1战争与乌俄战争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伊拉克和伊朗都有点穷，双方炸着炸着导弹库见底，没办法再进行高强度的导弹对轰，再加上长期互射导弹，造成恐慌和城市瘫痪，社会反战情绪高涨。在重重压力之下，最终在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出来后，借机停火了。反观乌俄战争，俄罗斯军方最新喊话显示，说这场战争已经像2·1战争一样进入了袭城战阶段，可能很快就会结束。简单翻译一下，就是两边什么时候用尽弹药，就能复刻2·1模式，在联合国调停下结束战争。但事情真会如此发展吗？在火力军看来，乌俄这场仗和当初的2·1战争比起来，完全是形似而神不似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无人机彻底改写了消耗战的游戏规则。2·1战争打到后期，导弹射得差不多了，双方就只能干瞪眼。尤其是1988年那场西城战，200枚导弹就让萨达姆掏空了家底。而乌俄战争光是7月份，俄罗斯不到20天就扔出来100多枚导弹，这还没算无人机。说白了，2·1战争受限于资金、技术，只能拼导弹、拼家底。1枚导弹几百万美元，生产周期又长，打没了就再也掏不出什么有用的家伙。乌俄战争不一样，导弹之外还有无人机，一架 FPV 无人机只需几百美元，生产单位更是按万计。乌克兰方面，泽连斯基前些天还宣布称，要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，同时带着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对抗俄罗斯。盟友几乎损失殆尽的俄罗斯，则压榨国运，拼命扩产。其主要无人机生产基地阿拉布加经济特区，在过去1年就扩建了340公顷，以提高无人机的生产数量。瑟尔斯基之前曾透露称，俄罗斯1天之内能砸至少7000架 FPV 无人机。所以俄罗斯军方说的导弹打光了就停火的说法，在乌俄战场上根本不成立。其次，我们要明确3点：第一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早已不是2个国家在单挑，光是乌克兰身后就站了一串北约大哥。在最近的安卡拉峰会上，北约大哥刚宣布，2026年要向乌克兰提供至少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、援助和培训，且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。第二，乌克兰的军工产业借着战争站起来了，一边打一边搞无人机协议，瞄上了武器出口这条路子来挣钱。这一项每年起码能为乌克兰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。2·1战争的时候，伊朗和伊拉克哪有这种待遇？所以能够决定乌俄这场仗能打多久的，是看俄罗斯的家底到底有多厚，是看乌克兰背后的一众国家还愿不愿意掏钱。至少目前看来，未来1年内没有等国并没有停止援助乌克兰的打算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1987年7月20日，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598号决议，要求2·1立即停火。
而当初世界最强的霸主美苏是站在统一立场上的，再加上伊朗作死，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炸到了美国头上，引来美国神兵天降。1988年4月18日，美国海军发动螳螂行动，一天之内击沉伊朗2艘舰艇，重创多艘舰艇，还毁了2个海上石油平台。伊朗海军面临毁灭性打击，军事压力加上外交压力，才把2个精疲力竭的国家按到了谈判桌上。再看乌俄战争，战争开始没多久，联合国安理会就曾出了一项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并要求立即撤军的决议。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1票赞成，结果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，直接1票否决。所以两伊战争能停火，归根结底是美国降维打击，把打上头的伊朗敲清醒了，又和苏联携手才摁住了2个国家。而乌俄战争谁来摁住俄罗斯呢？要知道，直到现在，俄罗斯仍在反复强调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，必须要让乌克兰彻底投降，并且不会归还任何已占领的乌克兰领土。在克宫的思维里，卢甘斯克、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和赫尔松，这就是俄罗斯的地盘。可恶的乌克兰人竟然待在我们的地盘上，不知道撤离。另外，据彭博社报道，俄罗斯愿意停战的条件是，只有彻底拿下顿涅茨克，才会重返和平谈判。而且俄罗斯军方已经给普京下了军令状，要在2026年底前彻底实现这个目标。这个保证让普京自信心暴涨，觉得自己能稳赢。一个相信自己能赢的人会主动停手吗？所以俄罗斯拿两伊战争来类比，说什么进入西城战阶段了，暗示大家战争应该马上要结束了，要么是在给自己找心理安慰，要么是在故意带节奏，忽悠国内民众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：两伊战争的剧本，俄乌战争根本抄不了。既然两伊模式走不通，那这场仗到底会以什么方式结束？据乌克兰真理报7月23日报道，泽连斯基已经先画了一个时间线，2026年冬季之前，要么双方坐在谈判桌上结束这场战争，要么战争升级，俄罗斯扩大动员，双方打得更狠。大家可能发现了，泽连斯基提到了冬季，冬季是俄罗斯的优势窗口，寒冷天气下泥泞地面冻硬，重型装备可以大规模机动。过去几个冬天，俄军都是在冬季发起大规模攻势的，所以乌克兰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把事情定下来。现在的乌俄就站在一个这样的临界点上。至于乌俄战争的结局，火力军预测了5个方向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首先是乌克兰复刻芬兰的剧本，逼俄罗斯退场。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，打了3个多月，芬兰拼死抵抗，苏联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走到谈判桌前。芬兰没了大约10%的领土，但保住了主权和民主制度。这个剧本放到今天，就是乌克兰稳住前线，然后依靠无人机把俄罗斯前线和后方一起炸穿，让克宫看到继续打下去就是亏本，不如赶紧撤。问题是要达成这个结局难度也不小。瑟尔斯基卸任前扔了一组数字，2026年乌军已经从俄军手里抢回来了70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大概能追上3个台北的面积。听起来挺提气，对吧？那再听另一组数字，俄罗斯仍然占着乌克兰大约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差不多是台湾本岛的3倍大。3个台北对3个台湾还是太小了。这就是乌军面临的现实，战线在动，但慢得像爬。乌克兰要靠这种速度把俄罗斯赶出去，那我们可以算一下，7个月夺回700平方公里，平均每个月100公里，11万平方公里就要1100个月，也就是至少91年。这种仗哪个国家打得起？所以对乌克兰来说，能稳住战线并且收复一些土地已经算不错了。但想要更进一步，逼俄罗斯结束战争，那还远远不够。这也是乌军咬着牙打后勤战的原因，炸炼油厂、炸油轮、炸一切能给俄罗斯输血的东西。只要能持续放血，让俄罗斯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战争代价，让莫斯科街头排队成为常态，那俄罗斯国内还能撑多久？在这个基础上，如果乌军能再啃下一座关键城市，把俄军赶出去，那谈判桌上的天平就有可能会晃一晃，让乌克兰掌握更多主动权。其次是复刻朝鲜战争的模式，这是外界讨论最多，但普京拒不接受的一条路。1953年7月27日，朝鲜停战协定签署，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实际技术线上停火，划设非军事区，但和平条约至今没签。双方在军事分界线两侧部署了近200万军队，形成长期军事对峙。也就是说，停战73年了，韩朝在理论上还处于战争状态。这套模板套到乌俄身上就是：先在现有技术线上停火，双方后撤，划设非军事区。至于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归谁，乌克兰可以说克里米亚是我的，俄罗斯也可以说顿巴斯是我的，没关系，停火协议不纠结这个，只要达成实际意义上的停火就可以，其余的随便两国怎么说。
对乌克兰来说，只要主权立场没松口，停火就是不割地，先保存人口，恢复经济，修复电网和城市，让乌克兰人看到正常生活的可能，比什么都强。对俄罗斯来说也好交差，克宫完全可以宣布，我们阻止了北约，我们保卫了俄罗斯。至于为什么基辅政权仍在，为什么俄罗斯好像没实现预期目标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这些细节交给电视台处理就行了。外界一直努力促成这个结局。斯塔默、马克龙和莫茨在6月跟泽连斯基聊完之后，就提出一个框架，以当前接触线为谈判起点，先全面停火，再给乌克兰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，甚至包括多国部队进驻。但俄罗斯根本不接这个茬，克宫依然还在嘴硬，要谈可以，等我们拿下顿涅茨克再说。然而要等他们拿下顿涅茨克，恐怕要等到后年马月。此前 ISW 依据战况分析过，俄军每占领或者渗透1公里就有1298个士兵伤亡。要想拿下整个顿涅茨克，还需要再啃下约5065.17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差不多有2个半新北那么大。2个数据一乘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按照俄罗斯现在的打法，他们至少要再拉出来657万人才能吞掉整个顿涅茨克。然而俄罗斯的征兵情况已经不容乐观，2026年的动员目标是40万人，现在7个月过去了，连一半的目标都没完成。克宫从哪里再跑657万人出来？所以朝鲜模式看起来最有可能，但要想达成这个结局，前提还是只有一个，先打疼俄罗斯，这要靠乌军发力了。第3条路是俄罗斯全面取胜，逼乌克兰跪着签协议，这不用多说，完全是普京梦里的路。按照克宫的设想，俄军要在2026年年底前完全拿下顿涅茨克，然后以此为筹码，要求乌克兰宣布中立，放弃加入北约，裁军，承认俄语为官方语言，承认备战领土归俄罗斯。但这条路也有一个问题，俄军也打不出决定性胜利。整个前线，俄军虽然还在进攻，但是占领几个村庄，称不上什么重大突破，对整个战局影响很小。所以，想要逼乌克兰投降，俄军就要想办法在战场上取得战略性突破，打穿乌军防线，包围成建制部队，占领区域中心城市。然而，俄军一个都做不到。此外，芬兰总统斯图布还曾透露，2026年俄军每月伤亡约3.5万人，每月招募约2.7万人。俄军每个月都有近万人的净损失，就连朝乌克兰射导弹也出现了发射数量超过单月产量的情况，等于说无论是人力还是装备，俄罗斯的消耗速度都远远超过了补充速度。现在的俄罗斯完全是在疯狂透支未来的战争潜力，来维持眼下这种啃不动的攻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普京想要拿到全面胜利，基本等同于白日做梦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面临同一个处境，他们都需要一个关键性的突破。任何一方只要取得重大突破，对另一方的打击都是致命的。乌军如果能在某个方向打穿俄军防线，夺回关键区域，俄军的士气和国内舆论会瞬间崩塌。反过来，如果俄军真的拿下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或者某个战略重镇，乌克兰的抵抗意志也会遭受重创。这是一场谁先眨眼谁就输的博弈，全看双方谁更给力。如果谁也打不出来这样的战果，那么战局大概率是俄军继续啃，继续耗，继续拿更多俄罗斯年轻人的命来换几米的推进。最终，要么在某个时间点被迫接受朝鲜模式，要么把整场战争推向所有人最怕的一条路，战争彻底失控，俄罗斯直接跟北约干上，也就是第4条路。这条路未必是任何一方提前写好的作战计划，它最危险的地方恰恰在于所有人都不想走上这条路，但只要出现一次误判或者意外，就很容易把战争推到这条路上。关键在于俄罗斯的动作。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区域已经多次针对北约舰艇和飞机实施危险拦截，使用电子战干扰 GPS 信号，派战机低空掠过北约舰艇。这些动作的本质就是俄罗斯在测试北约的底线。如果哪一天俄罗斯的动作没能控制住，真的对北约成员国造成重大伤亡，比如击落北约侦察机，炸毁北约军舰，那么局势瞬间就会升级。北约的第5条款触发，各国一起下场。到时候俄罗斯要面对的就是北约联军。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连乌克兰都拿不下来，面对北约联军能撑多久？最后一条路也是最黑色幽默的一条，看双方社会哪个先扛不住，哪个主动叫停。打了4年多，两边都在硬撑，乌克兰经济高度依赖外援，社会承受力在一天天逼近极限，而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快被打废了。一个产油大国需要从白俄罗斯、印度等国进口石油，普通俄罗斯人第一次在自家门口感受到战争的存在。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，俄罗斯民众的生活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。在普罗盖的调查中，56%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正在恶化，这还是20年来的头一次。据塔斯社7月初报道，俄罗斯通胀进一步加剧，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.42%，非食品上涨5.26%，
服务费用则暴涨10.58%。在有储蓄的人群中，半数人的积蓄最多只能维持3个多月的生活。俄罗斯人什么时候经历过这种局面？一个靠不断画饼维持的社会，饼画多了也会噎着。现在就看双方谁先撑不住。但凡哪一边来一波反战浪潮，那战争或许就会戛然而止。回过头来看这5个方向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，这5条路不是完全孤立的，而是随时会交叉，随时会转向的岔路。任何一方只要在某一个瞬间出一点意外，比如一条补给线有没有守住，一批防空导弹有没有及时抵达，一个城市有没有失守，就会将这场战争推到另一条路。但是无论哪一条路都指向一个事实，短期内这场战争不太可能会结束，就看乌军在冬季之前如何发挥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觉得这场战争最后会是怎样的结局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